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看完诚意杨紫沉香如屑，沉香重滑，入了诚意的坑出不来。沉香如屑无复燃，人生贵短无重来。小爱大意扑眼前，珍惜当下无愧选。昨晚熬夜终于把沉香如屑、沉香重滑看完了，哭肿了眼。今天一直觉得眼皮很沉很沉。听说流眼泪是有好处的，那就也忍了吧。适当流眼泪可缓解情绪，流眼泪是情绪调节的一种方式，有助于释放紧张、焦虑或悲伤等负面情绪，从而帮助恢复情绪平衡。2、清洁眼睛，眼泪中含有抗菌剂，能够帮助清洁眼睛表面，保持眼部健康，减少眼部感染的风险。3、促进眼部润滑，流眼泪有助于保持眼球表面的湿润，从而减少眼睛干涩和不适的感觉，提高视觉舒适度。4、缓解眼部不适，当眼睛受到刺激或感染时，眼泪能够帮助冲洗和清除异物，缓解眼部不适和炎症。5、滋养角膜，眼泪中的成分有助于滋养和保护角膜，维持其光滑和透明，促进视觉清晰度。注意，过度频繁的流眼泪可能会导致眼睛的不适和皮肤周围的刺激。沉香如屑是一部由苏沫创作的仙侠小说，讲述了6届帝君应渊与汉诞仙子颜旦为了守护天下苍生而向恶势力宣战的故事。在相识相知的过程中，他们化解了误会，携手维护凡间的正道。看这部剧是断断续续，眼泪流痛了，歇几天再战。反正不看完，就是心头一根刺。剧友估计都能体会。其中最感动我的是颜旦2次剜心救应渊，尤其是第1次剜心，那时候应渊还不承认爱他，他也能为了心之所爱，舍己真身。杨紫，一个可爱俏皮的小姑娘，把颜旦和白漂亮的古灵精怪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哭戏又很有感染力，真情演绎出对真爱的追求，能带动观众的情绪。尤其在忘川那一段，真是哭死。有个剧友在看诚意杨紫沉香如屑，沉香重滑，我哭惨了。女人的爱情观，男人看不懂。这篇文章中的留言看沉香如屑，最打动我的是颜旦提着灯笼赤着脚在忘川河上每天来来回回走了多少回多少年，头发已经发白凌乱，双眼几近失明，双脚冻伤，那颗伤透了的心，孤独麻木无所依靠却又无法呼吸不能回忆的痛，那种想忘了所有的痛却怎么也忘不了的痛，那一刻无比心疼颜旦。杨紫也是唯一演技能深深打动我的女演员，真是绝了。剧友的心思细腻和情感升华，着实让人佩服。再来说说男主诚意吧，一人饰三角，应渊、唐周、玄烨，各具特色。应渊隐忍之眼，诚意出演应渊时，眼神是隐忍的深情，时刻都在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愫。应渊清醒的时候从未想过得到，即便是颜旦就躺在他身边，他依然心静如尘，因为他早已把自己许给了三界，只要颜旦开心快乐就可以。诚意把这个眼神把握的也很好，应渊永远是这样淡淡然的模样，神色淡然，眼色淡然，只有面对颜旦时，内心才荡漾起丝丝涟漪，但都化成隐忍的眼神压抑着。唐周戏谑之眼，他对颜旦的感情有点像学生时期的少年恋爱一样，是我喜欢你就要欺负你的一种心态。于是他看颜旦的眼神是温柔的、戏谑的、调皮的，闪烁扭捏中带着少年的情窦初开。应渊的隐忍深情和唐周的调皮戏谑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但即便是陡然切换，也被诚意成功拿捏，更让人赞叹他的好演技。玄烨欲望之眼，玄烨作为应渊的父亲，在剧中戏份极少，只在回忆中出现过。
但当他出场时，不少观众却惊艳了，纷纷表示玄烨一出场，唐周应渊几十集全白眼。还有一个弹幕泡面玄烨赢了挂面，应渊着实好笑。观众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玄烨实在太不同以往了。网友评价玄烨看冉青的美，一眼都是欲望之眼。的确，玄烨看冉青的眼神是侵略的、晦涩的，在深情下埋着步步杀机，于波澜不惊中将猎物吞吃入腹。作为一个大反派，他的眼神带着火辣辣的勾引，魅惑人心。程毅在剧中的这3个角色层层递进，透过眼神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角色。每次看程毅的红眼，都会让我动容，这就是演员的魅力，把角色演活了。这之前我佩服的还是陈道明、钟汉良、任嘉伦。从今天开始，我开始粉程毅了。搜了下他的剧，咦，沉香如屑怎么评分这么低？不应该吧？南风之我亦看过了，现代爱情剧，终是没有留下多大印象。看看评分，后面还会再看看琉璃吧。之前好像不太喜欢女主，就没追。莲花楼看了一半，剧透了下是个悲剧，就没看下去了，决定把它看完。其实沉香如屑也算是悲剧，应渊为了守护三界，化作了守护天下苍生的结界，无可厚非。可颜淡为什么要亲手捏碎了自己的汉淡之心，追随应渊而去？太悲了，不喜欢。还有余墨亲眼看着颜淡为应渊殉情，只能带着对颜淡的记忆，一辈子都活在对他的思念之中，成为剧中最为悲剧的角色。就不能来个大团圆吗？人的心里还是莫名的向往美好的结局，对剧中人如是，对现实生活亦如是。看剧也能明理。虽然是仙侠剧《沉香如屑》中，还是展现了很多爱情大义。你守护三界，我守护你。男人为了事业打拼，女人在身后默默支持。正如颜淡看到凡间的大多数男人的梦想都是功成名就，女人的梦想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沉香如屑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事物的价值极高，但使用或消耗后留下的却只是微不足道的残渣，类似于沉香燃烧后剩下的灰烬。它寓意着珍贵事物的短暂和无常，以及人们对其的珍视和留恋。珍惜当下，也是我从剧中看到的大道理。不管未来如何，不管你面临什么抉择，顺应你的心，选义选爱，选大天下还是小家，都要无愧于心。